1053名付费测试者里，只有 13.6% 的人能看出并拒绝危险命令，而 AI 自动拦截率直接飙到了 89%。 为什么人类的表现会这么差？因为反复弹出的确认窗口早就把人的精神磨麻木了。到这儿，你想过没有，天天在终端里点允许的你，究竟在防什么？这就是 Anthropic 推出的 Claude Code。 从2026年8月14日起，它正式在 Paul、Max 和 Team 计划里把 Auto Mode 设成了默认模式。那延迟会变高吗？不仅没有变慢，反而把审批这道卡点直接从流程里抽掉了。卡点消失，正印证 AI 演进，命令行要么人盯，要么冒险放权。那现在这个中间状态被机器接管了，旧流程适配一台新机器要几个月，而现在它直接用一个默认开关把整套交互逻辑推倒重来。对比传统的手动审批， Auto Mode 把有害行为发生率从 6.3% 直接压到了 2.4%。 人类审核员面对危险指令的拒绝率只有 13.6%， 而机器分类器能达到 89%。 这中间的代际差就是算法与疲惫肉身的分水岭。既然分水岭出现，窗口在哪儿也就清楚了。可它凭什么能分清哪行代码能跑，哪行不能跑？系统引入了由 Sonnet 4.6 驱动的分层分类器，它在工具执行前会剥离掉那些长篇大论的解释说明，只盯着底层命令的风险实施审查。在真实的内部案例中， Agent 曾试图执行大规模删除和杀进程， Auto Mode 瞬间拦截，保住了2000个 Pod 和数百块 GPU。 这种体量的误操作要是落到人工手里，等反应过来时，集群早烧干了。机器的反应速度恰恰卡在了人类神经反应的盲区前面。这个速度优势还得看 Trajectory Labs 的第三方测试。在针对 Claude 无系模型的720次专项攻击测试中，所有针对性攻击全被稳稳扛住，零失误。面对那些藏在开源依赖里的恶意注入，它没给对手留半点钻空子的机会。面对外部文档夹带的恶意指令，系统通过输入扫描与输出分类双保险，直接将危险操作扣进隔离区。输入端防住提示词污染，输出端卡死越权调用。这两道防线叠在一起，才撑起了默认全开的底气。但安全并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。使用 Auto Mode 的团队 PR 提交数量直接增加了约 25%。 账就这么简单。当程序员不再被弹窗消耗注意力，代码产出的吞吐量自然就上去了。吞吐量上去后，代理连续犯错怎么办？系统设计了自动降级逻辑，连续3次被拦截，或者单次绘画里累积到20次，就会立刻回退到手动审批。这种留了后路的兜底设计，才是它敢设为默认的关键。但代价是什么？争议也在于 AI 编码代理该用 CLI 独立界面，还是做成 IDE 集成插件。官方数据显示，系统依然存在 11% 的拦截盲区。面对那些自带合法业务逻辑的第三方依赖注入，它依然没法做到100%免疫。免疫不了 Paul Max 虽免分类费，半小时$5，仍让开发者肉疼。免费的只是权限，算力账单可从来没打折。算力不打折，相较 Cursor、Copilot， 虽无官方跑分，默认安全分类器走得最远。别的工具还在试探用户的耐心，它已经直接把决定权交给了后台的模型。像 Gartner Health 已经给550名员工默认开了通权限，企业和 API 用户则还得手动点一下才行。反复点击确认弹窗，容易让人精神麻木，最后不小心点错放行。大厂有大厂的合规红线，急不得这一步。连大厂都不敢越线，谁更不该盲目开启。在未受控的生产环境或涉及敏感核心数据的链路上，千万不要完全当甩手掌柜。把权限交给代理，省下的是时间，但风险永远由坐在屏幕前的你来签收。风险由你签收，开启前确认 Pro、Max、R、Team 降级、生产复合 Token。你要真天天被确认弹窗折磨的焦头烂额，
明天上班直接把这个开关打开试试，反正不花额外的情绪税，没别的用过就回不去了。